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今天来说说中国人走线到德国当难民这个话题。最近啊，在油管有一位22岁的中国年轻人成功走线到德国当难民，然后他非常高调地接受了某油管博主的采访。所以呢，关注这个话题的应该很多人知道了有这样一位中国人啊到德国当难民。目前呢，看来这是一条风险比较小的到德国当难民的，或者走线从中国到国外去当难民的一条捷径吧。他说啊，从中国到德国其实呢非常容易。首先到波黑，对吧？波黑是免签的国家，也在欧洲的心脏，是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之一。现在对中国免签，所以呢，从中国可以直接飞到波黑，然后呢，他说翻山越岭啊，到克罗地亚，然后呢，一系列的艰难之后，就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坐公共交通工具进入斯洛维尼亚、奥地利。奥地利呢不太欢迎难民，他们查的身份比较严。然后呢，奥地利的警察呢把他送到意大利边境，他从意大利呢转到法国，最后呢从法国进入德国。进入德国之后呢，他马上到警察局表示申请难民。从那一刻开始，他就可以享受优厚的德国难民福利，反正食宿免费，医疗免费，最好的是每个月当时还有460欧元发，现在涨到了每个月500多欧元。当我告诉我的德国朋友作为难民之后，在德国有多么优厚的福利，我的德国朋友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他认为外国人到德国申请难民是成功得到难民身份之后才能享受这个所谓优厚的福利。但是这位中国小伙子说不是这样的，从进入德国边境，从申请难民那一刻起就可以享受德国优厚的福利，什么都是免费的。他特别自豪，说这样免费那样免费，甚至提到就是德国政府提供给这些所谓难民免费的住房，然后难民营之内或者免费住房之内，每隔一段时间或者每天或者每周都有阿姨来打扫难民营他们住的地方。比如说包括这个小伙子住的，他们是2人间的房间加上公用的厨房，都是人家来打扫。也就是说，这些在德国当难民的人就是大爷，什么都不用做，直接拿钱。然后呢，这位小伙子还非常自豪地说，完全没有心理负担。除了拿德国优厚的免费福利之外，他说大部分在那里申请难民的人都去外面打黑工。他说出去外面打黑工的时候真的非常的自豪。他去哪里打呢？去华人老板的仓库贴标签，每个小时13欧元。大家知道吗？在德国打黑工什么意思呢？就表示呢不用交1分钱的税。老板如果真的付给他13欧元，他就拿到13欧元，对德国来说没有任何的贡献，13欧元进他自己腰包了。他这个人有2份收入，一个是德国优厚的难民福利，食宿免费，对不对？另外还发钱给他。同时他去华人老板那里，去仓库里面贴牌，每个小时刚才说了13欧元。他是做4休3，每天8小时，出去半小时的那个吃饭时间，相当于每天纯工作时间是7.5小时。他告诉我们，他每个月有1000多欧元的这个黑工的收入，加上他自己优厚的难民福利，相当于他每个月2000多欧元的纯收入。也就是说，在德国，大部分德国工薪阶层辛辛苦苦每个月出去工作，交了税之后拿到手可能就是2000多一点，但是区别可大了啊！这个所谓的中国难民食宿免费还发钱，而这个德国人呢，辛辛苦苦出去工作1个月，得到2000或者2000多一点，他要交房租，自己负责交通费，另外呢还要自己包括吃饭什么吃喝拉撒全部自己出。所以如果在德国你是工薪阶层，如果你是单身汉，可能1个月2000欧元刚刚够你自己的开支。特别节省的人能存下钱，可能也就是2、3，特别节省的人可能1个月能存下比如说
200欧元到400欧元左右。而这个难民，你看，政府负责他的吃喝拉撒，他每个月还有400多欧元发，现在500多欧元了，再加上每个月他打黑工有1000多欧元的收入，也就是说，如果是他不吃喝嫖赌的话，应该他每个月能够存下1500欧元，也就是说人民币1万多块钱。所以呢，这位走线到德国的中国年轻人特别的自豪，说德国这样免费那样免费，简直就是人间天堂。我把这番话转述给我的德国朋友之后，这个德国人表示不相信，他不认为德国有这么优厚的福利。那么在这个中国人叙述和这个德国人之间，我到底更相信谁呢？在关于德国难民福利这件事上，我选择相信中国走线的德国当难民这个人，因为我德国朋友他肯定不太知道这方面的事情啊，他真的以为在德国是成功申请难民之后才能得到这个福利。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我自己不知道，所以我选择相信这位小伙子，就是这位从中国成功走线到德国当难民的22岁中国年轻人。这位小伙子特别自豪啊，完全不脸红，完全不知道是德国纳税人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来供养着他们，他们觉得到德国拿福利是应该的，就是说不拿白不拿这种心理。因为采访这个人啊，开着车可能带他到某个地方去，从开车的画面可以看到德国这街道是怎么样的，对吧？也没有多豪华呀，看德国的建筑可能就像中国的3、4线小城市一样，没有什么高大上，特别的简单。而且这个中国走线到德国当难民的小伙子，应该是没有真正深入德国的生活，没有真正走到德国的街道上，看见有多少德国人所谓优厚福利的，什么都免费的这个国家的很多德国人露宿街头。可能这个小伙子也没有仔细的观察有多少德国老年人、老年的贫困的人口，那些退休的老人钱不够用，然后呢到垃圾箱里面翻找那些带有2毛5押金的瓶子，这些老人可能这个中国年轻人没有看见，或者他故意不想把这些东西把它暴露出来。既然德国都有那么优厚的福利养着这些到德国当难民的大老爷们，那德国自己的那些人，德国很多很多老年贫困人口他不管，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德国呢？这是不是所谓这个难民眼中的人间天堂呢？反正呢，这个小伙子从他的叙述来看，真的一点都不脸红，他觉得这些所谓的免费福利是他应该得到的。他完全不知道啊，德国制定这个政策是出于好心，去帮助全世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就是那些真正的难民。说来说去怎么样？我觉得德国这些政客都是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因为德国政客可以说他们的收入真的是太优厚了，他们享受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大部分德国政客跟现实脱节，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德国老百姓的那个疾苦，他们不知道德国中下层，特别是下层的人，那些人是怎么生活的，是怎么艰难度日的。因为我自己见过多了啊，我在德国我是一个路人甲，所以我每天在德国科隆是个德国大城市，我每天从家里走大概200米就到了德国这个城市的核心区，我能看见多少穷人老人到垃圾箱里面去翻找啊翻找，就为了找到2毛5的那个押金的瓶子。不仅是老人，还有年轻人。另外，在德国，每次我从我家到火车站，这一路或者从我家到另外一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那路边都有不下5个到10个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以街为家。这条街特别是晚上，有的那个商店前面睡着一溜的人，白天他们去可能城市的各个街区去乞讨，晚上他们回到这个地方去睡觉。他们是群居的啊，因为可能他们单个的话感觉不安全，大概是20、30个人
就像大通铺一样，一个挨着一个睡在那里，这就是他们的那个日常的状况啊。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德国人，是不是难民，反正他们操的不是德语，应该是吉普赛人还是怎么样。另外呢，还有德国真正的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真的是说德语的啊。多年前我跟一位这样的人交谈过，他说他找不到工作，更找不到住房，他特别想找一个住房能够安顿下来，但是没办法找不到。社会局的人有帮助啊，但是他是给你提供一个床位，那个床位是这样的，每天比如说晚上8点之后，你才能到那个地方去睡觉，给一张床给你，但是第二天清早，比如说7点钟，把你赶出去了。这就是所谓的德国的福利啊，他给你提供住宿啊，但是只是提供给你一个床位，而且这个床位是有时效的，每天只准那几个小时在那里睡觉。而且因为那里的人员太杂了，所以呢也没有安全感。比如说其他的闲杂人员可能会欺负啊，或者是霸凌某一个人，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其实虽然有个暂时可以睡觉的地方，但是很多人不想到那个地方去，宁可在街上挨饿受冻，也不想到那个地方社会局安排地方去，就这个原因，没有安全感。所以啊，在德国，其实很多德国人，他们享受的东西，或者他们能得到的东西，远远不如一个没有为德国做过任何贡献的外国人，这些所谓的难民。你看，德国人知道了这个难民优厚福利之后，真的他心里不平了。我告诉我的德国朋友，他说他不想知道这个话题，他也不想知道这个所谓的难民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福利。他不想知道，也就是说，他这人就是鸵鸟心态。因为我知道啊，如果他知道德国这所谓的难民有这么优厚的福利之后，他的心里肯定不平衡，但是他又改变不了什么，只能让自己更生气。所以呢，就是说眼不见为干净，他就是这样的心理。这可能也是很多德国人的心理啊，朋友们。那我现在来说说我对这个中国22岁年轻人到德国申请难民，以及德国所谓优厚的什么福利，什么都免费的，我到底有什么看法呢？联系到前段时间有一位网友，也是在德国居住的一位，我觉得应该是母亲吧，她应该有自己的小孩，她对这个中国人啊到德国申请难民身份特别的气愤，认为这个中国年轻人不应该在德国这个免费拿这个福利，认为呢相当于利用德国这个人的善心来拿德国的福利，是欺骗德国。怎么说呢？我觉得我的态度呢比较模糊吧。一方面，因为我对德国政治太失望了。既然德国政客那么脑残，制定这样的那个法律条款，或者制定这样的政策，接纳外国难民，不管你是什么人，反正你是外国人，你来到德国，你说你是难民，你想申请难民，然后从第一秒开始，你就可以享受这样的福利。既然德国人让外国人拿这个福利，那外国人可以拿，为什么不拿呢？心安理得，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我觉得该诟病的是德国这些政客制定这样脑残的这个政策，对不对？是你德国人这么脑残呀，是你德国人这么傻逼呀，才让外国人有空子可以赚，不赚白不赚。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我能理解这位中国年轻人，他说德国优厚福利的时候非常自豪，毫无廉耻之心啊。然后说到他去打黑工的时候，也是一脸的自豪，认为他自己很聪明，一方面可以领德国免费的福利，另一方面呢，他还有另外一份收入，甚至呢有1000多欧元啊，折人民币就是1万多块钱的收入，所以他觉得自己特别的了不起。他自己说了啊，他从小就很叛逆，就是说你叫我往东走，我偏要往西走；你叫我往右，我就要往左。所以他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变成了非常的顺服，父母或是长辈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偏不。所以他说，只有我才能够成功走线到德国当难民，
其他我的发小同学都没有这个胆量，他们一说到出国什么什么就怕了，但是我偏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所以就是我才能够成功走线到德国，能够享受德国的福利。这方面我还是佩服这个小伙子的，他有这个魄力，有这个勇气，所以呢，他达到了大多数中国人不敢做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这个人呢没有道德，因为我觉得德国人他制定这个政策真的是出于善心、好心，想帮助那些世界其他国家需要帮助的人，这是德国人的初心。但是这样的初心，这样的圣母心被利用了，比如说像中国这个走线到德国的人，因为德国人他真的不知道到底这个人，这个中国人在中国是不是受到迫害了，因为德国的媒体你们也知道，大部分都是负面的，报道什么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怎么种族灭绝呀，还有对中国的宗教怎么压榨呀等等，对吗？没有宗教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等等，反正没有民主自由。这是德国政客、德国媒体还有德国普通人对中国的认知。所以呢，这个中国年轻人来到德国之后申请难民，可能一时得不到批准，但是至少他可以从第一秒钟开始得到这个德国所谓的难民福利。但是我特别鄙视这个中国人的22岁年轻人，他有手有脚，但是呢，他本可以比如说好好的出去工作纳税，然后呢为德国做出贡献，但是他偏不，他选择了出去打黑工。打黑工刚才前面说了，就是不用缴任何一分税，那个华人老板也不缴税，也就是说那位华人老板没有对德国经济做出贡献，而这个中国人呢到德国当难民也没有对德国做出贡献，双方都在欺骗德国，这我是比较鄙视的。这样的中国人有贪小便宜的心理，都在可以说利用德国，这是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做不到的啊，因为我觉得做人还是要有底线。像这样小伙子这样的做法，在今后可能为在像我们在德国的华人，还有今后想来德国真正申请难民的外国人，或者想来德国申请难民的中国人，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也就是说，让今后在德国的中国人，让今后在德国的华人，以及让今后想到德国申请什么难民身份的那些人，可能无路可走，或者路越走越窄，这对他自己没好处，对今后来德国的中国人，来德国的华人也没有好处。这个人这样做，把自己的路堵死了，把所有华人中国人的路给堵死了。他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是小聪明。如果他真的想在德国扎根，享受他口中的，他说了几次啊，是为了德国民主自由才来到德国，但是我非常怀疑他口中的德国的民主自由，他理解有多少？他真正的知道德国这个民主自由或者西方民主自由的含义吗？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觉得他根本就不理解，或者非常的肤浅。更搞笑的是，既然你想来德国当难民，对吧？就表示你在中国活不下去啊，对吧？所以才想到走线啊，润出来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他的想法非常分裂。他说他想在德国干那么10年8年，在这里拿德国福利，然后呢，另外打黑工，存一笔钱，赚这个所谓的汇率差，10年之后能够拿人民币100多万，然后回到他的老家，买套房子，然后就过什么躺平的生活。这是他亲口说的啊。既然中国那么不堪，你要润出去，那既然你润出去了，为什么还想到回到你自己润出去的那个国家去，然后呢还买套房子，还躺平？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对吧？那就表明你原来那个母国没有那么不堪呀。如果真的像人间炼狱的话，你肯定不会回去了，对吧？所以啊，你看很多走线到其他国家的中国人，其实他们
心里可鬼精鬼精的，他们心里那个算盘打的可是啪啪响啊。那最后我对这个中国人走线还有什么看法呢？我的想法一如既往，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在中国内地的人，不是很多人在抱怨国内的经济怎么差吗？怎么生活压力大吗？大家都倦吗？所以呢，很多人想走线，想跑出去润出去。我的看法是，有这样想法的人，对中国有这么负能量的人，尽快往外跑。既然人家已经交给你一条路了，比如说到德国当难民，这条路可以走得通，目前为止走得通。那像这位22岁的中国小伙子这样，他成功走线到德国去了，再申请难民，现在正在享受德国免费福利。那你今后想往外润的中国人，你有样学样啊，比如说先飞到塞维亚，先飞到什么波黑去啊。你别说你没有这1万块人民币买机票啊，要买来回机票，1万块你肯定有吧，对吧？所以你也学他去啊，纷纷走线吧。我在德国，我是德国公民，我每天都在交税。说真的，我不反对这些中国人走线到德国去，虽然我也交我的税来供养你们，我有我一份功劳，绝对有啊。既然其他国家人可以走线去德国，那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走线去？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对吧？你毕竟还是中国人呢，你走线到德国去，然后你拿德国福利，你打黑工，最后你的钱还在中国人的身上啊，对吧？比如说你可以带着你的钱回去买房啊，为中国做出贡献啊，对吧？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是赞成的啊。与其说让其他外国人领德国难民福利，还不如让中国人呢。另外，这些想润出去的人润到德国之后，不是减轻了国内压力了吗？对吧？这些人反正在国内也是负能量，走了这部分负能量的人，负的越少，那是不是在国内挣的就越多了呢？所以这么说，我是赞成这部分人走线到德国的。来到德国之后，你享受了他们民主自由了，然后呢还领到福利了，最后可能呢你拿到难民身份了，在德国可以堂堂正正的工作了。从那天开始，可能打黑工就不那么合适了。你不可能一辈子打黑工吧，对吧？从正式工作那天开始，那你就可以被德国真正的薅羊毛了。你才知道，在德国没有所谓的免费福利，所谓免费的都是这些刚到德国的，根本不懂德国的实际情况的人，或者说德国什么免费的，都是那些可能外嫁到德国的人，根本对德国社会一点都不了解。像我们这些人在德国辛辛苦苦为德国做出贡献缴税的人，知道在德国从税前的收入到税后的收入，我们被剪多少的羊毛。大家没有听错啊，一般来说啊，在德国作为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说在德国一般有个工作的人就是中产阶级了。在德国的中产阶级一般被剪的羊毛大概是100块钱，要减掉35块到45块左右，就看你的收入有多少。你收入越少，可能被减的越少；你收入越多，那被减的就越多，大概在35个到45个百分点。所以呢，我欢迎很多人走线到德国来当德国难民，吃德国福利，把德国吃空，然后看看德国怎么办。既然德国人想自己作死，那就好好的作死吧。这是我目前对德国的态度。最后，我来结合过去3个德国东部联邦州的选举，来谈谈德国今后可能难民福利的问题。我首先警告啊，想润的德国人可能好日子不久了。为什么呢？因为进入9月份啊，在德国东部，也就是东德的3个联邦州，前后进行了这联邦州议会的选举。德国现在执政联盟，德国社民党、德国绿党、德国自民党这3个党都惨败，甚至在上个礼拜天，在德国勃兰登堡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绿党根本没有进入州议会。而这个绿党呢，目前是德国联邦政府的执政党之一，在州议会没有进入。
这对德国绿党来说是奇耻大辱啊！所以你看，德国绿党的那2个党魁，一个是特别胖的一个人，一个女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有移民背景的，这2个党魁引咎辞职。但是德国绿党的2位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一个是德国绿党的联邦外交部长那个贝尔伯克，还有联邦经济部长兼那个环境部长哈贝克，这2个人还没有辞职，仍然做着德国的高官，拿着那个优厚的俸禄，继续脸皮厚下去。然后呢，社民党还有自民党惨败，自民党在联邦州都没有进入州议会。然后德国社民党，也就是德国总理所属的那个社民党，惨败，史上最差的成绩。自从这个选举成绩出来之后，结果出来之后，在德国联邦政府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关于外国人、关于难民的讨论，在讨论要全面收紧难民的福利，全面收紧接纳难民等等等等。现在对难民的遣返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么很可能下届选举之后，下届德国政府很可能会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也就是说，原来享受难民福利的人，要不会取消，要不会遣返，或者大幅削减在德国的福利。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德国难民的好日子，这些所谓的优厚的免费福利，会打一个大大的那个感叹号，或是画一个大大的句号，可能好日子就到头了。当然，我不可能预测未来会怎么样，我只能通过现在德国这选举，通过德国现在这个政坛这个大地震已经正在讨论关于移民啊、关于难民这些政策啊要收紧等等等等这些趋势，我来分析啊，就是说对走线的中国人来说，可能未来德国未必是一个好的目的地。我呼吁呢，我提醒大家，你们想走线到德国人，好好关注一下德国的目前的政治啊，否则可能你花了钱走线到德国之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有可能有这样的风险。所以目前看来啊，德国的未来对于德国人自己，还是对于移民，还是对于外国人，还是对于想在德国申请难民的外国人都不好。可以说吧，德国的经济目前看来非常差，去年萎缩，今年照样萎缩。虽然表面上呢很多职位空缺，但是实际上很多人不想去做，好的职位可能挂出来，可能几个小时就没了。真正有的职位是德国人不想干的，难民也不屑于去干的那些职位，辛苦又没有钱。朋友们，你在中国可能是真正的是白领阶层，坐着办公室拿着电脑当键盘侠，但是有朝一日你到德国来，你看看这个小伙子住的那个环境，你觉得你看得上吗？你看他的床，还有那个地板，还有整个他那个混乱的状态，这是你走进来德国想要的生活吗？而我看到那个厨房之后，看到他住的房间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太可悲了。从中国大老远跑到德国来居住这样的环境，真的我一点都不羡慕。可能对于很多人羡慕西方的人，唯一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羡慕的就是他每个月可能有1万多2万块人民币的收入，大部分的收入呢他可以存起来，比如说一年可能存下10多万人民币，对吧？那10年就100多万，拿着这100多万回到国内，比如说3、4线的小城去买一套房，花30、50万，然后大概还有100万人民币，过着躺平的生活。这样的躺平生活可能只够他一个人，而不够一家人这样躺平。那么这样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好了，这就是我刚才说中国人到德国当难民领所谓的免费德国福利，以及我对德国的未来对这难民政策的预测，以及这难民可能好日子很快就要到头了在德国。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看法，请在下面留言哈。那今天咱们的话题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